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令人震撼的地方——敦煌莫高窟。从市区到莫高窟距离10个公里，打车20分钟就能到啦。因为莫高窟内的洞窟有多达735个，莫高窟的门票分为普通票、应急票和特窟票3种。前2种门票的区别就在于看到的洞窟数量不同，而特窟则是开放一些不常见的洞窟。在节假日和旅游旺季之外的平常时间，我们能够购买到的就是能看8个洞窟的普通票，而应急票则是为节假日人比较多的时候开设的。这个应急票只能看4个洞窟，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洞窟内的壁画和色彩。还好我们来的时候避开了旺季，但是放眼望去，人也真是不少。我们跟着讲解员站在这些古老的洞窟前，仿佛能听到1000年前的凿石声，看到画师们精心描绘壁画的场景。莫高窟的故事要从公元366年前说起。那时候，一位名叫乐准的和尚途经敦煌，忽然看到三危山金光闪耀，就好像有千佛降临一样。他深受感动，于是决定在这里开凿一个洞窟，建造寺院。后来人们都纷纷效仿这样的行为，在这里开凿洞窟，进行修炼和拜佛的活动。从此历经16国、北魏、隋唐，直至元代，无数的僧侣、工匠和艺术家都在这里接力创作，最终形成了这座拥有735个洞窟、4.5万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尊彩塑的艺术宝库。当然，莫高窟能保存这么好，也要归功于敦煌独特的地理环境、干燥的气候以及远离中原战乱的位置，让这些珍贵的壁画和塑像躲过了岁月的侵蚀。接下来，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走进洞窟。洞窟内黑漆漆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们只能靠着讲解员手中手电筒的光，才可以看到洞内那最令人惊叹的栩栩如生的壁画。当然，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洞窟内的壁画不受光照的影响。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标志，它们没有翅膀，仅凭飘逸的衣带就能在云端自由飞舞，展现了古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。而反弹琵琶的舞姿更是绝妙，舞者反手弹奏琵琶的造型，甚至启发了现代舞蹈家的创作。莫高窟的彩塑同样令人震撼。参观结尾，那9层楼里的弥勒佛高达35.5米，站在他脚下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宁静和庄严。这些美丽的壁画不仅是艺术，更是历史的记录。比如第323窟内的张骞出使西域图，就讲述了汉代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故事。也正是这条商路，让敦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。在这里，我们能看到佛教艺术、希腊风格，甚至波斯元素的完美融合。莫高窟不会被誉为墙壁上的图书馆，洞窟内的每一幅壁画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尊塑像都承载着人们的信仰。1987年，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它不仅属于中国，更属于全世界。希望有一天，你也能亲自来到这里，感受这份穿越1000年的震撼与感动。